记得迪迦中最帅的等身战吗？也是放眼全剧特摄风格最独特的一集。故事一开始便是开幕雷击，长着鸟头的鸟人直接用缩小光线把刚下班的可怜996社畜给收了进来。勒比克星人恐怖登场，这里眼睛下眼皮往上开合很细节，符合现实鸟类的眨眼特征。而小黑哥非常机灵的第一时间躲在了暗处，那片基地内部充满了欢快的气息啊！大古甚至还在给宗方做奥特按摩。哇，他真的太想进步了。原来小黑哥叫真一，是星辰的堂弟，长大了要当胜利人，结果一句叔叔直接给星辰干破防了。哎，不要叫我叔叔好不好？虽然年纪差很多，可我还是你堂哥啊！痛苦面具都戴上了。然后真一便向星辰报告了乌鸦人的事儿，而野瑞也超光速将最近的市民失踪案与之结合了起来。真一那边直接化身少年侦探团，准备跟踪怪兽啊！讲道理是真的勇，祖传莽夫。而在队长的命令下，大谷星辰两位卧龙凤雏最佳拍档再度出击，划分两头，真一也的确是猛，还真就能跟踪乌鸦人不被发现。我说白了，这勒比克星人怕不是星际职业玩家？那俩大眼珠子是负责发光是吧？不过毕竟是小孩子，还是跟丢了。下面这个镜头，小时候看的有点汗流浃背。虚惊一场，而正当星辰准备给真一扛回去的时候，当当，你的小可爱突然出现。大谷此时非常细节的开了执法记录仪，这里记住后面要考。星辰的反应也很快，速度一枪让乌鸦人的准头偏了一点，结果光线正好打到了真一的身上，眼看偷袭失败，乌鸦人直接开始法国行为，36计润为上。星辰见状也不装了，莽夫模式开启，开着夏洛克小滴滴就跟了上去。大谷有话说了，不是哥们儿，我怎么回去啊？回到基地，大谷就给众人播放了自己记录下来的画面，并且对缩小光线的防御问题展开讨论。结果不出所料，又是绝景 A 梦大显身手的时候，靠谱的中年男人。镜头一转，真一那边刚刚睁开眼睛，直接鸟头虎脸，乌鸦人拿起了他的小零食，然后吃了下去。这个场景太绝了。而真一并未坐以待毙，滴滴了走步的号码，星辰也在车内检测到了信号，于是驱车赶往了这个相当阴森的黑衣组织老巢啊！结果还没玩一会真人 CS 呢，突然出现个诱饵，转移星辰的注意力，好一个声东击西，果然上面的乌鸦人直接得手，星辰光速白给，战绩0-1-0。这样好了，兄弟团聚，一家人整整齐齐。不过好在星辰用 PDI 给总部发了讯号，此时乌鸦人的限定红眼老大露面，并且关心了一下星辰的睡眠问题，然后化身有问必答星人。原来这群勒比克人的星球上也有酷似人类的生物，用来给他们当奴隶，但由于快要绝种了，所以来地球抓人回去当苦力。这批乌鸦人就是打前锋的啊！讲道理推荐去 M78呀，那里的壮丁更多。划分两头，胜利队已经到达目的地，然后绝景骑着他的小电驴送来了摩托快递，当当当当，保护弹囊。于是大伙儿装备好之后，伴随着超燃逼节目，难得的战队作战戏份开始了。绝景与指挥配合默契，一攻一防，很快拿下了一血，并且让绝景获得了传奇武器缩小光线枪。而大谷那边选择了比较莽的打法，可惜被乌鸦人的队友偷袭。好在丽娜的专业素质过硬，反应及时，用保护弹囊配合大谷搞定了实验室的看守者。而继续深入的大谷又与乌鸦人展开了肉搏。讲道理，大谷的体术是真不赖，面对好几只乌鸦人，居然还能不怎么落下风，甚至还可以有效反击。奈何对面鸟儿实在是有点多，最后还是选择了最稳妥的打法。这也是第二次等身变身。Game start， 请叫他假面骑士迪迦。要是双方早看到这一幕的话，可能会叫他小山超力霸，亦或山丘超力霸什么的。这里迪迦还非常拽的用了一记勾引的手势，好家伙，秒变武侠片。其实这里就是全藤俊夫打爽了，下意识为之。侧面也说明等身战因为不用顾及巨大化以及布景模型的问题，因此动作上极为流畅，甚至都赶上隔壁假面骑士片场的上乘打戏了，也算是让全藤俊夫狠狠过了一把瘾。紧接着敌人越来越多，迪迦使出了战斗龙卷风，这一下子是我没想到的，他小时候还挺激动，为了模仿这一招给自己转晕了不知道多少回，然后清了这些杂兵之后使出了强力型，直奔乌鸦人的妙妙乌而去啊！这里击破的场面还是使用的模型啊，小时候还没太注意，真的是特摄魅力啊！很快迪迦便救出了众人，使出了迪迦同城送，奥特快递使命必达。绝景眼睛瞪得像铜铃，终于老大实在是忍不了了，于是一发光束给迪迦收了，妄图制造万代正版真骨雕手办。可惜迪迦的机智在你之上，原地变大，轻松破解光线枪。之后一人一鸟便贡献了一场相当好看的打戏。
可以说真的是拳拳到肉，而且几乎是一镜到底。而且最夸张的是，这里强力型的敏捷表现力都上升了啊！只能说不愧是大股啊，专属 VIP 形态名不虚传。伴随着一记超帅的无肉图拉伊达 kick。乌鸦人开始不讲武德了，红色破坏光线开始扫射，被迪迦反击之后，直接开启了飞船，准备回家乡摇人。这里箱子里的人模型还挺喜感，之前也没注意到啊。而夏洛克和德拉姆2辆巡逻车为了阻止飞船，也同时发起了进攻啊，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也遭遇了反击，所幸迪迦及时赶到，并为其挡了枪，难得的切换到了空中形态，并且迅速赶上了飞船，一个电击切试探1、2啊，可惜外壳太硬，于是便直接登顶飞船，但是被这一升一降战法搞得有点失衡。哇哦，这个身材真的是绝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远景其实用的也是模型，但小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甚至就算是现在不特地拉近一些看的话，和近景画面衔接的可以说相当完美，真的是以假乱真，再一次赶上当年主创团队们的奇思妙想。迪迦也是不装了，哎，我摊牌了，其实这是空中强力型，于是沙包一样大的拳头直接给船的天花板干破防了。之后事情就变得非常的简单，顺着被破防的部位，一个兰帕尔特光弹给里面的乌鸦人连带飞船一起打包送去健太奶了。故事的最后绝景再次超神，分析出光线枪的原理，给大伙儿全变了回去。不过这回又换丽娜给指挥做按摩了，我的天哪，夫妻俩都想进步。然后就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灯一还真成了胜利队的编外小队员，甚至能直接联络星辰的 PDI， 这里 BGM 还皮了一下。只能说真一好样的。回顾第13集不做奴隶，很难说没有对于当年三角贸易导致的大批黑人奴隶的悲惨境遇进行讽刺，但其实这集对于迪迦本身的意义可能更值得探讨，尤其是继第1集以来，这是第2次迪迦3形态的轮换出场，下一次就要等到25集了，而且从迪迦出现到解决乌鸦人整整打了6分多，接近7分钟。要知道迪迦平均每集的出场时间都在3分钟上下，多一点4分钟，少一点甚至可能2分以内。这集的特摄戏正儿八经的量大管饱，而且等身战也是村石红石导演力排众议才定了下来。其实当初相当一部分内部人员是不喜欢奥特曼舍弃巨大化特摄的风格的，毕竟这是奥系列区别于骑士等特摄的特色。但所幸现在回看这个决定是相当的正确，偶尔的剑走偏锋并不是坏事。8.1%的强大收视率更说明大家对这一集的热情不减，而这一集也确实为迪迦整体的特摄风格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于我而言，多年后入坑假面骑士，甚至铠甲勇士，脑袋里第一个浮现的等身特摄战，依然是这场跨越30年的凌厉打戏，不做奴隶的顽强斗争。最后博主带你回味各种童年细糠，求个点赞关注，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